福建接连背叛赤之王及青之王，八田原本已经对这个和他纠缠了很久的宿敌彻底失望了，没想到却被师长告知福建注定了和他一样战死沙场。原来福建从来没有背叛过青之王，师长在圣诞节作战开始前给福建下了一道指令，万一作战失败10倍倍多，他需要福建不惜一切代价打入绿盟核心。曾经跳过槽的福建无疑是最佳人选，但一旦身份暴露，他绝对会被绿之氏族杀死。师长将不能保证全身而退的任务交给了福建，因为这个任务只有他能完成。当然福建也深知这一点并接受了任务。青盟是个有秩序的氏族，他们不能让世界陷入混乱，福建也是其中的一员。而能让福建存活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假戏真做，彻底背叛。师长问八田，作为曾经的朋友，他认为福建会这么做吗？此时白银和赤盟的众人都已经乘上小白的飞船，绿盟的据点是城里的一处废弃的取水措施，石板被放置在设施的最底层。安娜正在给成员们分发玻璃珠，他们要做的就是将小白平安的送到最底层。出云看出了八田的担忧，让他先去见福建，之后再回到父子的区域也不迟。飞船飞快的向下俯冲，一路划过街道，停在了入口之前。辉王和亲王在雾中对峙，市长明显不敌潘州，很快负伤。单条没有插手的打算，他的职责是在王师控制时将其斩杀。潘州问市长到底想抓住什么？难道只是在意气用事吗？他所保护的世界开始崩坏，现在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看着依旧执着的市长，潘州总会想起从前的自己，就算大肆宣扬那些不切实际的理想，他也改变不了任何事物。榴弹从身边擦过，找不到目标的市长被潘州一脚踹翻在地。而就在此时，青组全员突然出现，以一种势不可挡之势护在了市长面前。他们是青之王总想李斯的氏族成员，无论何时，王的大义都与他们同在。目前 Scepter 4已全员出动镇压暴乱，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有了氏族成员的支援，市长也支棱了起来。他们青之一族将贯彻佩剑者的责任与义务，不准他人扰乱圣地，不准他人纷扰俗世，封闭八荒，驱散阴霾，全员拔刀。青之圣域展开，为王拦下子弹。市长一路破除障碍，直冲辉之王而去。他不过是个逃避现实的可怜人，蒙蔽双眼，浑浑噩噩。比水流分明就是个已死之人，帮助死者建造乐园毫无意义。一刀斩下，潘州倒在了血泊之中，雾气消散，圣剑消失，居然败在了一个毛头小子手中。或许他真的能贯彻他心中的决心和理想。2次弑王的负担太重，再加上市长本来的状态就极其危险，现在更是连圣地的展开状态都无法解除，破碎不堪的圣剑随时都有坠落的危险。势力急忙让青盟成员后退，氏族成员的聚集会加强王的力量，就算是单条也不能靠近，他才是市长的副手，如有弑王的必要，他会亲自动手。多亏了青盟对地面布局的镇压，赤盟成员成功潜入地下通道，并在各层准备就位。出云一路护送着白银氏族来到第8层，此时的福建正在5条的围攻下节节败退，他下意识的想要拔刀，结果不慎狡猾来了个平地摔。福建毒舌的吐槽5条就是个满脑子游戏的死宅，现实可不是拔了电源就会停转的，所以即便是毫无胜算的决斗，他硬着头皮也要上。福建扔出飞刀，却被5条反弹回来扎伤了自己。而就在此时，福建听到了八田的喊声，没想到对方居然真的追过来了。八田冒着绿盟的炮轰，不顾一切的奔向福建，要是那个混蛋不留下遗言就死，他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他。5条打穿墙壁，将福建扔了出去。而就在他痛下杀手之时，八田总算是赶到了，棍子猛地伸长，捅向5条。5条猝不及防，连刀一歪，劈在地上。八田趁着烟雾的掩护，扛起福建，扭头就跑。他怪福建什么都不说，他或许是个笨蛋，但是福建什么都不说，自己又怎么会知道他的想法？他非要福建用他能听懂的话解释到他明白为止。如果一句都不说就死了，那他不就认定福建是叛徒了吗？福建觉得自己就是叛徒，但这一次八田没有再因为他背叛出赤盟的事情生气，就像他誓死保护尊和安娜一样。福建愿意为了市长做到这种地步，就证明他的王是青之王。他认为 Scepter 4的福建是个好人。八田情话刚说完，5条就已经切碎地板，拦下了他们的去路。网瘾少年非常猖狂，毕竟上一次的战斗，福建和八田全盛期联手都打不赢他，更别说这次福建还残血了。5条冲着八田就是一连刀，却被福建的飞刀挡了回来。八田实在看不惯把一切都当成一场游戏的5条，他们之前的确是打不过，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。毕竟纳啥同心，其利断金，在飞刀和金箍棒的围攻下，5条很快败下阵，被逼到了大坑的边缘。八田一矮身，最后一把飞刀从他头顶飞过，正中5条手臂，紧跟着一记正义铁拳把5条打下了大坑。福建救援完毕，八田还得紧急赶往指定地点。八田放心不下受伤的福建，但是福建执意要他快走，毕竟对于八田来说，安娜才是最重要的。临走前，福建表示他之后会给八田好好解释的。然而八田刚走不久，绿
盟的残党就围了上来。此时福建的手里已经没有飞刀了。福建没想到八田那个什么都不懂的直肠子却给出了他满分的答案，他的王是青之王，他愿意为了自己的王坦然赴死。不过就在此时，平板冒了出来帮他逃脱。虽然福建没有委托，但是市长已经为他支付过报酬。地下10层，玉烧神子正在等候小白一行人。小黑坚定地站了出来，他必须要独自战胜此。小白带着猫儿终于来到了石板所在的最深处，绿之王比水流正在那里等着他。地上的暴乱已经被 Scepter 4镇压完毕，但市长的情况却越来越糟，他已经做好了赴死的打算，于是吩咐市里，如果那一刻到来，千万不要犹豫。单条默默地看着市长和市里，一扭头却发现血泊中的灰之王不见了。说实话，比水流没料到小白能来到他的面前，又说起了关于猫儿的身世。他称呼猫儿为同胞不是没有理由的，猫儿其实并不是猫，它的真名叫做于乃雅日，也是家居都陨坑事件中的少数幸存者。就像是比水流觉醒成王一样，他借此觉醒的异能，并篡改了自己的记忆，作为一只猫活了下去。他们是被石板夺走了一切，又被赋予了全新一切的人。经过那次灾难，比水流就知道人类必须有保护自身、开拓道路的力量，而石板就能赋予他们力量。小白如此反对石板解放力量，是不相信人类吗？明明他还曾坚信着人类的可能性。没等小白回答，猫儿就先反驳了比水流的观点：石板的存在是没必要的，幸福也好，痛苦也好，不管有没有石板，这些都会发生。当不幸的事到来的时候，他们需要的并不是石板，而是能一起患难的同伴。同时，这也是小白的选择，他来此的目的很明确，就是要毁掉石板。比水流反问小白要怎么做。白鹰之王应当比任何人都要了解石板的硬度，而且他现在和石板有着直接连接，可以无限吸收他的力量，没有人能够打败他。他甚至可以改变小白的不变之力，杀了他。圣域展开，一白一绿2把圣剑浮现，这也是小白给赤盟行动的信号。现在开始集结赤之氏族所有成员的力量，开辟道路。汹涌的火焰自安娜身上涌出，赤色圣剑紧跟着浮现。恍惚之间，市长看到了安娜身后尊的身影，寄托了2代赤之王的力量，撞开防御，一路烧向地底。每一层待命的赤盟成员依次扔出手中的玻璃珠，火焰便生生不息地汹涌而下。八田在最后一刻不负所望地赶到了指定地点，火焰直直打穿最后一层地板，将比水流和小白包裹其中。比水流嘲笑小白用这种手段，未免太小看他。然而等到抬头一看，才发现大事不妙，整栋地下通道都被打穿，而小白最终要做的就是用坠落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将石板破坏。此时小黑还在和子僵持，明白自己的剑为谁挥舞后，小黑的进步神速，已经能和子打得不分上下。但光是势均力敌是不够的，如果小黑不能打败子，就无法前往小白的身边。而就在此时，两人说侍奉王的领域展开，小黑浑身被白色的光芒笼罩，他的剑为了王而挥动，而他的王与他同在。一番激烈的对战之后，小黑最终以一招之差超越了师兄。不过他并没有将子赶尽杀绝，而是收了刀赶往小白身边。子露出了欣慰的笑，他的小师弟终于能独当一面了。比水流觉得小白疯了，居然要利用圣剑坠落的力量毁掉石板。如果将达摩克里斯之剑坠落的巨大力量集中到一点，就能达成舒伯特预知第2方法论制造出共振音锤的效果。而石板的强度极限值和圣剑坠落的力量完全一致，在一定条件下，石板会与圣剑的力量相互抵消，纯白的圣域不断向外扩散。小白居然仅凭着自己的意志操纵着威斯曼偏差，威斯曼偏差逐渐濒临极限，原本完美无缺的白银圣剑在极短的时间内开始崩毁坠落。比水流当然不会让小白轻松得逞。从周防尊的势力来看，圣剑从崩坏到坠毁地面的时间不足10秒，只要在此之前杀了王，圣剑就会消失。比水流化作一道流光直冲小白而去，几乎瞬间就冲破了小白的防御刺向本体。然而就在他以为已经得手之时，小白的声音却如同气球一样破裂了。不远处的猫儿紧紧抱着真实的小白，而就在他调转矛头冲向猫儿之时，终于赶到的小黑持刀拦下了他的攻击。小白复又苏醒，张开圣域，看着坚定的3人，比水流不明白，在否定力量的同时，却又拥有着如此强大的力量。圣剑穿过赤之氏族打通的通道，直直撞向最深处的石板。巨响之后，一道白光冲天而上，其余3把悬浮的圣剑消失，石板被毁之后，也就没有王了。濒临崩溃的市长捡回了一条命，市里长舒一口气，见市长还有心情调侃他，于是对着自家王的脸就是一拳。石板消失，靠着石板能量活着的比水流也走到了末路。虽然很可惜，但是他这里玩得很尽兴。潘州遣散了所有绿之氏族后，引爆了整座地下，他会陪着流长眠于此。全员安全撤离，福建也被救了出来，但是小白就要支撑不住了。现在他所使用的这具身体并不属于他，而是被无色之王占据的陌生人。虽然他一直凭借着白银之王的不变存在至今，但是力量消失之后，他也要离开这具身体了。小白安慰猫和小黑，他一定会回来的，因为他可是白银之王啊。小白离开之后，这具身体原本的主人回归，
会自带着5条前来祭奠王和盘州。不久之后，茂儿成为了学院岛的转校生，和他一起调任来的德国老师名为阿道夫·维斯曼。